巨石阵里有一块约6吨重的石头，来自750公里外的苏格兰东北部。这块石头如今躺在巨石阵的中心，普通游客经过时甚至可能不会注意到它。它就是祭坛石。大约4500年前，这块石头被带到了英格兰南部的索尔兹伯里平原。虽然它并不是巨石阵里最重的石头，但它的故乡距离这里最远。以新石器时代的条件，无论走水路还是走陆路，这都不是一次普通的搬运。可真正反常的，并不是古人能够移动一块6吨重的岩石，而是他们为什么放弃了就地取材，偏偏选中了750公里外的这块石头。先说清楚，巨石阵并不是用同一种石头一次建成的，它经历过漫长而复杂的建造过程。不同时期进入石阵的石材来源也不相同。石阵中体积最大的萨参石来自25公里外的西伍兹，这些石头构成了人们最熟悉的外圈，以及中间高大的3石塔结构。另一批体积较小的石头通常被统称为蓝石，它们来自225公里外的威尔士西南部。仅仅把这些蓝石运送到索尔兹伯里平原，就已经是一项惊人的工程。过去，祭坛石也被纳入蓝石，并长期认为来自威尔士。直到2024年，研究人员分析了与祭坛石有关的历史岩石样本，检测其中的锆石、灵灰石和金红石，却发现祭坛石并不产自于威尔士，而与它高度匹配的是苏格兰东北部奥卡迪亚盆地的古老砂岩。虽然研究人员还没有找到祭坛石具体的采石地点，但这已经足以改变过去的判断。现在石头的出生地逐渐清楚了，但接下来的问题反而更加不可思议：750公里，它究竟是怎么运过来的？面对如此遥远的距离，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就是冰川。冰川移动时可以裹挟大量岩石，把它们带到数百公里以外。今天，许多远离原产地的巨石就是冰川运动时留下的飘粒。我们假设祭坛石早就被冰川带往了南方，那么巨石阵的建造者只需要完成旅程的最后一段。更重要的是，即使自然力量真的替古人们缩短了运输距离，祭坛石最终仍然需要被人发现、被人挑选、被人加工，并被运输到石阵内。所以，冰川这个假设只能够解释它怎样靠近南方，却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它。另一种假设是依靠陆路，人们可以使用木质雪橇、绳索、滚木和临时铺设的木质道路，把石头分段拖行。只要地面足够平整，有足够的人力，并能不断降低摩擦，一支组织严密的队伍确实可以让它向前移动。但真正的问题是距离。从苏格兰东北部前往英格兰南部，需要穿过山地、河谷、森林、沼泽和不同的河流水系。6吨重的石头每移动一段，都要重新评估地形，补充食物，准备木材，修复绳索，并决定怎样跨越下一处障碍。一次连续降雨、一段陡坡，或者一条无法直接跨越的河流，都可能让整个运输停下来。还有一种假设就是水运。如果采用这个方法，人们可能先把石头运到苏格兰东北部的海岸，再进入北海，沿着英国东部海岸南下，最后结合河流运输和较短的陆路前往索尔兹伯里平原。水确实可以承担石头的重量，却又会带来另外的问题：船只是否坚固，如何装卸，怎样躲避风浪，又在哪里靠岸？但这个假设缺少的是一个能够把出发地点、河道、海岸航线、登陆点和陆路节点连接起来的完整证据。因此，最可能的一种情况是陆地拖行、河流运输和沿海航行可能被组合使用。石头也未必是由同一批人从头送到终点，而可能是在不同社群之间像接力一样不断的交接。它甚至可能在某些地点停留数年，参与当地的仪式，随后再继续向南移动。我们知道了大致的起点，也知道了最后的终点，可中间那条路线仍然消失在4500年前。4500年前，不列颠没有统一的王国，也没有一支能够沿途征调人力的军队。可这块石头还是从苏格兰东北部来到了英格兰南部。如果由同一批人负责全程运输，他们就必须拖着6吨重的巨石，连续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陌生地区。如果不是，那么祭坛石可能像一件重要的信物，在不同社群之间被一站一站的交接。我们无法确定哪一种方式更接近真相，但无论是哪一种，真正难以解释的都不是多少人能拉动这块石头，
而是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为什么总有人愿意让这段旅程继续？或许在石头出发以前，某种联盟、仪式或者某种共同认可的意义，就已经将沿途的人联系在了一起。祭坛石这个名称只是后人根据它的位置取的名字，并不能证明它真的被当作祭坛使用。它最初是否平放，是否直立，是否处于今天的位置，目前都没有确定的答案。但有一点很难忽视，如果它只是一块普通的建筑材料，人们根本没有必要付出如此高的代价。它更可能是来自某个重要社群，可能是一份礼物，可能是一种联盟的象征，或者承载着祖先、迁徙和故乡的记忆。它的价值也许不在于砂岩本身，而是在于它来自于哪里，又代表着谁。如果不同地区的人们分别把具有自身意义的石头送到巨石阵，那么巨石阵就不只是一座由巨石搭成的建筑，那它就更像是一种结盟的象征。来自不同地方的石头在这里聚集，就像原本分散的人群在同一地点建立起了某种共同的秩序。当然，这些解释仍然属于假设，因为祭坛石没有留下任何文字，但它跨越的距离已经说明，这块石头对于当时的人来说，它的意义非同寻常。网络上质疑巨石阵是西方伪历史时，经常会出现几张老照片。照片里，起重机正在吊起巨石，工人在石柱周围施工。因此，有人认为巨石阵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史前遗址，而是现代人用机械建造出来的。的确，这些照片是真的。巨石阵在20世纪经历过多次修复，他们把一些已经倾斜的石柱扶正，一些倒塌的石头被重新竖起，部分石柱的底部还使用了混凝土加固。但修复和伪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在它被起重机修复以前，巨石阵已经在几个世纪的文字、绘画和测绘记录里留下了痕迹。19世纪中期也出现了照片，哪些石头曾经倒塌，哪些石头后来被扶正，现代工程改变了哪些位置，都有相应的记录。更重要的是，起重机可以扶起巨石，混凝土可以加固地基，却无法改写这些石头里留下的地质指纹。虽然关于祭坛石具体的采石点、完整的运输路线、运输持续了多久，以及它究竟具有什么功能，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。但把现代修复经过检测得出的数据、合理推断和尚未证实的解释分开，才是真正有效的质疑。这些照片揭示的是一段公开记录的修复史，而不是一段被照片意外拆穿的现代建造史。现有结论当然可以被质疑，但要推翻它，就需要可以解释现有数据的新证据，而不是仅凭一张起重机的照片就把它说成是西方的伪历史。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有把握地说，祭坛石来自苏格兰东北部，而不是过去推测的威尔士。我们知道它重约6吨，来源地距离巨石阵至少750公里。我们也知道，单纯依靠冰川解释它的出现，目前缺少完整证据。有组织的人类运输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但真正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，那就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完成了这段旅程，又是什么原因让不同地区的人愿意为一块石头投入如此巨大的时间、食物和劳动。巨石阵真正令人震撼的，也许不是古人居然能够移动6吨重的岩石，而是4500年前的人们愿意为了某种共同认可的意义，运送一块石头跨越大半个不列颠送到这里。如果祭坛石代表的不是一种材料，而是一种关系、一种身份，或者一份必须被保留下来的记忆，那么巨石阵的谜题就不是这些石头是如何排列的，而是在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们为什么认为这件事值得去做。你认为祭坛石是通过哪种方式运输的呢？欢迎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。这里是信息局外人，我们继续把那些看似已有答案的事重新拆开来看。好了，这期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一期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